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牛老师不是马老师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仅退款的事后退危机，国民素质的数字镜像。今天我们深挖一个从电商蔓延到外卖的灰色漩涡——仅退款。它本是消费者权益的守护神，却在少数人手中变身白吃白拿的魔杖。更刺眼的是最近刷屏的吃后退事件，一位女子点外卖退款后，将整份餐品吃得干干净净。小哥上门取餐时只剩空盒，他却反问哪条规定不能吃？这不只是一桩奇葩新闻，而是国民素质镜像的升级版。在2025年11月的数字时代，它照出我们对规则的敬畏几何。今天我们不浅尝辄止，而是层层剥茧，从仅退款的甜蜜初衷到滥用乱象的冰冷现实，从电商平台的集体刹车到外卖吃后退的新鲜火药桶，再到它如何放大我们的集体三观以及破局之道。为什么说这是照妖镜？因为一个小小的退款键就能暴露诚信的裂痕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仅退款相关投诉飙升25%，外卖恶意退款占比高达18%。走起，一起直面这面镜子。或许下一个点击就在你手中。让我们先拉回起点，仅退款到底是什么？它起源于2021年拼多多的创新设计。消费者收到商品后，若对品质不满，可直接申请退款，无需寄回货物。初衷纯良，简化物流，降低碳排放，提升用户体验。想象一下，你买的衣服颜色走样，一键退款，前秒到账，不用打包寄快递。这在疫情后电商爆发期简直是救星。很快，淘宝、京东、抖音、小红书全跟进，成为行业标配。据网经社2024年报告，仅退款帮助超2亿次维权，平台整体满意度升12%。动画里我们看到用户微笑收货，商家点头认可，双赢啊！但画风很快变了。问题从试用后退开始发酵，用户收到货试穿试吃后，以描述不符、发错货为由申请退款。轻微的是个人薅羊毛，严重的演变为组织化诈骗，比如电商从业者拉群下单数百件百亿补贴商品，集体仅退款，导致商家库存爆仓，退款翻倍。一位义乌小厂主在采访中感慨：“我们本靠电商翻身，一夜间订单成废纸，损失5万起步。”更荒唐的案例，2024年，一羊毛党利用漏洞薅出9万，法院判诈骗罪，却只2年半缓刑，牢都不用坐。为什么泛滥？平台早期算法偏轻买家，24小时自动通过，商家异议成功率不足3%，结果汇产链条成型 ，APP 较批量操作，中介收费代办。2025年调查显示，92%商家视其为生存杀手，年均损失超50万。这不限于电商，还波及外卖，点分热腾腾的麻辣烫，咸汤撒了退款，吃完再让小哥取空盒，从穿后退到吃后退，套路如出一辙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外卖恶意退款投诉涨35%，多因描述不符伪造。卡通短剧中，我们看到羊毛党狞笑，商家泪奔；数据图表则冷峻。低价竞争下，消费者心态从值不值滑向怎么占便宜。朋友们，这病毒般扩散的逻辑正悄然侵蚀信任基石。一个小功能，如何酿成生态灾难？它像一面镜子，初看便利，细瞧裂痕。转到2025年，这面镜子亮度拉满，电商平台的集体刹车和外卖吃后退事件的爆炸正掀起诚信风暴。4月起，拼多多、淘宝、京东、抖音、快手5大巨头密集公告，全面取消仅退款。淘宝7月实施，退款不退货交由商家自主，平台仅调解不强制。拼多多给36小时审核窗，京东补贴真维权买家。为什么雷厉风行，直击监管红线？1月10日，国新办会上，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数维直言，过度仅退款挤压商家空间，加剧低质竞争。3月5日，两会部长通道，局长罗文回应，将规范自动跟价乱象，督促平台明确规则。甚至 AI 热点如 DeepSeek 也被点名科技服务实体，别成薅羊毛帮凶。但电商刚稳，外卖就炸了锅。吃后退事件刷屏。4月24日，一女子在美团点外卖，一份麻辣烫加小菜，总价68元，收货后以汤洒了，描述不符为由申请退款，平台光速通过，钱退到账。但他没停手，边等审核边把整份餐吃光。小哥上门取餐，门开空餐盒映入眼帘，小哥震惊：“你退款了，还吃干嘛？这不是霸王餐吗？”女子不慌，反问：“平时吃了都能退，这次怎么不行？哪条规定说退款后不能吃？这是我的权利。”这段对话被小哥录下，上传抖音，点击超800万，评论区群魔乱舞，道德滑坡，丢人。升级版仅退款，白嫖外卖，商家哭晕，骑手多跑腿。这不是孤案。5月10日，又一汤撒退款案，吃完硬杠。8月8日，安徽合肥嫌送太早退单，吃掉后骑手自掏腰包。10月19日，另一视频，女子退款吃外卖硬杠到底，小哥上门被威胁投诉。上海法院10月判摸摸档案，买手机玩7天退，判恶意消费。
抖音电商虽赚千亿，但直播退货失控，治理迫在眉睫。朋友们，这个吃后退如导火索，点燃全网。它不止经济打击单笔损失20到50元，累计1级，还暴露规则真空。它预示外卖仅退款，2026年不后尘，规则不是儿戏，滥用必惩。重回你的洞见，仅退款越来越能体现国民素质。没错，吃后退事件如高清滤镜、放大镜像褶皱，一面是阴霾。女子的理直气壮反问，裸露机会主义毒瘤，规则是捷径，非底线，占便宜等于高明，守信等于亏本。在躺平文化加低价战场下，这逻辑如野火，从个人白嫖到群薅羊毛党。2025年外卖恶意退款涉案超6000起，波及15万骑手和商家，深挖教育缺口，学校重知识轻德，职场 KPI 压诚信，年轻三观一歪，小聪明博弈时忽略社会成本，价格涨，生态崩，最终自食恶果。大脑左侧漩涡吞噬信任，右侧光环暗淡，但镜子有亮面，别一棒打死。80%用户用仅退款是为真维权，非恶意。路人探支持严惩，诚信从餐桌起，商家觉醒。从挨打到优化，退货率降20%，素质非天生标签，乃日常抉择。吃后退的闹剧提醒，一个小盒空档就能定义镜像。在数字洪流中，我们是病毒还是疫苗？多数中国人正选后者。从各自为政到共建共享，这镜像正从模糊走向清晰。破局和解，三管齐下，方治本源。第一，平台升级，如1688诚信判定，高风险用户限评 ，AI 审核证据，必备照片和视频。出新规，退款后消费等于封号。第二，司法加码，从延迟后退、某某党上海案为先，警告到刑责、黑名单共享，借鉴亚马逊退款黑名单，跨平台进入。第三，教育先行，学校增诚信课，企业推理性薅，政府联手各短视频平台宣传规则红线。朋友们，吃后退的镜子还在闪，下一个退款，你选诚信还是空子？评论分享你的故事，遇过白嫖吗？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守护生态。下期见！订阅牛老师不是马老师，看更多社会镜像。